夫君心纳的妾室是穿越女，开口闭口全是新潮思想。进门第一天，她喊着要一夫一妻制，夫君就在没进到我房里半步。过2日，他又说吵吵嚷嚷着要人人平等，夫君二话不说把他抬为平妻。最近他又叫嚣着要推翻封建帝制，吓得夫君赶紧捂上了他的嘴，但可惜捂晚了，大不敬言论已经传到皇帝耳朵里了。我正要午睡，夫君突然敲响了我的房门。舒月，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。婉莹口无遮拦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上面让婉莹去宫里回话。她不懂我们这个时代的规矩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你替她去吧。我攥紧拳头，眼神却很静。3年未踏足我房门，今日过来却是让我替婉莹进宫顶罪。我别过头，没有回话。夫君试着把我揽进怀里，动作笨拙疏离。舒月，说到底你是当家主母，平时没有拘束好妾室言行，理应去回个话。我心头微颤，这话灌进耳朵，属实恶心，不容我反驳。夫君已经回了宫里人。舒月，只有你去，我才能放心。跟着公公踏进宫墙内，周遭一切压迫过来。婉莹把身边丫鬟小翠派了过来，名为照顾，实则是监视。他们都怕我把真相供出。小翠没好气弯着我，低声道：“摆什么当家主母的款儿？我们主子才是幕府当家人，你只不过就是来顶罪的。待会儿你可不要胡乱攀咬，否则要你好看。”他把我推到一边，大大咧咧走到我前面。我心里笑他又蠢又坏，派他跟我进宫，说明婉莹已经把他当成弃子，他还一股脑维护。偏殿内光线并不明亮，深秋宫院更多的是落寞，有种死前的肃杀。我搓了搓手，让小翠给我倒碗热茶。她翻了个更大的白眼儿。马上就是要死的人，还这么多事。我端着脸看她，不发一言。作为主母，我还是有些昔日威严。她不情不愿倒了杯茶，嘟嘟囔囔，下一秒尽数浇到我头上。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吗？打狗还要看主人，要不是这次需要你进宫，穆大人会跟你说半句话吗？我用手帕擦了擦脸，刚想责问，一个威严声音响起：“你们穆家规矩甚是奇怪啊，就是这样教下人的吗？”穆家这种以下犯上的规矩，有人说出推翻皇帝的话，也顺理成章了。金黄色袍子配上金龙出云的图案，来者何人？不言而喻。我俯身叩拜，不敢抬眼看。都是臣妾妄言。周遭气氛降到冰点，屋外寒鸦叫得凄凉。我默默等待着面前人宣判。他递过来一封文书，接过一看，是穆云章亲笔写下的休书。我面无表情，可捏着休书的手却止不住的抖。他怕天界震怒波及穆家，前脚我刚进宫，后脚就急不可耐撇清关系。如此凉薄之人，我又何须坚守？耳边威严声再次响起：“朕喜欢你的妄言，顾淑月，留在宫里做朕的贵妃吧。”我震惊，还没来得及想是不是听错了，皇上已经把我扶起来。若你愿意，朕立马拟旨，可好？我低头默许。穆家人，我再也不愿相见。入宫为妃也是个出路。皇上随手发落了小翠，我请求皇上准我回府收拾细软，有些东西我必须要带回。刚打开妆帘盒子，婉莹踢开了我的房门，看样子是来兴师问罪。舒月姐姐倒是很沉得住气呀，从宫里回来居然不发一言，也不向云章哥哥汇报。我问你，小翠呢？怎么没跟你回来？我忽视她的存在，只想赶快离开这里，收拾的动作快了几分。我问你话呢，你是聋了还是哑了？他握住我的胳膊，再次迫切询问。我眼神很静，不懂规矩，被宫里发落了。他却微微皱眉，觉得我在嘲讽他，狠狠甩开我胳膊。顾淑月，你不会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穆家主母吧？云章已经写了休书递到宫里，现在这个府里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我再问你一遍，小翠呢？是不是被你发卖了？我摇摇头，不愿跟他再起冲突，表示待会宫里来人，自会说明一切。他眉头却皱得更紧，目光盯上了我手里的白瓷玉兔，伸手就要夺。我拼命藏在怀里，语气慌乱了7分。婉莹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抢我东西？你的东西，这府里没有你的东西。白婉莹瞪圆了杏眼，赌气一样抢到手里，她高高举起，表情玩味。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嘛，让你这么护着，该不会是哪个野男人送的定情信物吧？知道自己被休了，迫不及待地拿出信物要与人私通。我急了，白婉莹，赶紧还给我！他发现了我的在意，眼底冒出得意。还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一个被休了的妻子，在你们这个时代比狗还不如。你要真想要，麻烦摆出求人的姿态来，跪下求我，或许我会考虑一下还你。我没有看他上扬的嘴角，只是盯着白瓷玉兔，不自觉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嵌掌心，半晌，嘴里挤出3个字：好，我跪。
膝盖触碰到冰凉地板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已经麻木，只有一个念头：换回兔子。头顶上，白婉莹发出近乎癫狂的笑声。顾书月，原来看人跪着是这种感觉呀！从今以后，在我面前你就只配跪着。啪！下一秒，清脆声音划破屋里的寂静。我扭头看去，白瓷玉兔被狠狠掷在地上，瓷片四分五裂，摔了个粉碎。白婉莹，我赶快伸手去捡，任凭瓷片划破手指。他咯咯笑个不停。不好意思呀，我失手了，姐姐原谅我吧。他抬脚踩住我的手，往碎瓷片上拧了几下，顿时鲜血如注，染红了碎兔子，一如我现在被撕裂的心。怒气腾起，我狠狠推开他，起身就是一巴掌，用了10分的力气，但还是觉得不解气。再想打时，手被牢牢钳住。顾书月，放肆！慕云章把我甩到一边，换上温柔表情，仔细检查白婉莹的脸。当他确认脸上血迹是我身上的，才长舒了一口气。顾书月，你为何要打人？我冷冷地指了指地上的白瓷玉兔。刚入府时，我便给他说过，这个玉兔对我、对穆家来说有多么重要。慕云章眉头紧蹙，抬起眉峰看我。就为了这个破玩意儿，你居然打人！看他的样子，好像已经忘了我说过的话，又或者说是完全不在意。我扯出一个冷笑回应。白婉莹已经扑到他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云长，我只是来问一问小翠的下落。他就跟疯了一样，推搡之间，他失手打了这玉兔。我知道书月姐姐心里有气，见不得你太宠我了。可夫君，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穆家着想。书月姐姐跟你是夫妇一体，自然也应该为穆家牺牲嘛。慕云章很受用的不住点头，又给了我一个极度嫌弃的目光。顾月，你看看人家，婉莹一个有现代思想的人，都能这么考虑事情。再看看你，只是去宫里回个话，就无缘无故发疯，自私善妒。我已经拟了一封休书，既然不想在穆家待，我便放你离开。你自去吧。最想带回的东西已然损坏，这个家也没有再留的必要。我掏出手帕，将碎片仔细包好。余光中，慕云章看见了我手上的伤势，动了动喉结，施舍一般。先把手伤包好，别化了脓。我没有做任何回应，只想快点离开。刚起身，白婉莹却突然开口：我记得书月姐姐无父无母，她若出了府，怕是不好讨生活。不如让她留在府里做我的丫鬟吧。刚好小翠这丫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慕云章想都没想：好，就依你。既然婉莹如此大度，顾书月，你就留下来吧。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径直向门外走。白婉莹迎过来，伸手拦住。书月姐，你就这样出府不妥吧？你这个年代女子地位卑贱，无兄无夫，想讨个生活，恐怕只能去勾栏瓦舍卖笑卖肉吧。这句话似乎点醒了慕云章，他腾的一下起身，沉了脸。顾书月，就算我休了你，你也不能给我们穆家丢人。从此你就在这个府里待着，伺候好婉莹，直到老死为止。我飘给他一个从未有过的冷漠眼神。慕云章，我们夫妻情分已尽，今后我过什么日子都与你无关。他却轻笑，朝我耳边压低了声音：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嫉妒我对婉莹的独宠。可毕竟她入府晚些，又对这里不熟悉，我理应多照顾她。你留在府里做她的贴身侍女，我若心情好，还是可以宠幸你。我愣了，盯着他傲气的嘴脸，手像不受控制一样甩在上面。慕云章瞪大了眼：顾书月，你简直疯了！先欺负婉莹，现在居然敢打我，不就是让你替婉莹回个话？你至于这样咄咄逼人吗？他命人把我关进阴冷柴房，白婉莹不怀好意地端上一盆烧热的炭火，隔着红光，她阴笑着像个恶鬼：书月姐，刚刚夫君担心你手化脓，我一直记在心上。你们这个年代消毒手段实在匮乏，书月姐你就暂且忍受一下，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他向丫鬟使了个眼色，3、4个人围过来按住了我。我瞪着慕云章，眼神质问他，就这样放任白婉莹胡闹？他只是看热闹一般，在旁冷笑：顾书月，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不然手化脓了怎么伺候人呢？话落，小厮来报，皇上新封了一位淑贵妃。白婉莹微蹙眉头，手上动作停住。淑贵妃，顾书月，夫君，难不成新封的贵妃是她？想什么的？当今圣上怎么可能封一个被我玩过的弃妇？她
只配在幕府做个洗脚婢。也对，古代最看重贞洁身，堂堂皇帝绝对不会看上他。炭火越靠越近，我虽不怕被烫，可厌恶已经达到顶峰。慕云章，我劝你还是好好想。还没说完，白婉莹狞笑着按上我的手，皮肉贴在上面，滋滋作响，血肉腥味儿瞬间弥漫。我冷下的眼眸似在看两具尸体。柴房外，工人急忙询我：舒贵妃，快收拾好了吗？千万别误了进宫时辰。屋里顿时鸦雀无声。白婉莹夹炭的手松动开，热炭掉到她脚面上，却没敢发出惨叫，只是扭头看着慕云章，声音带了颤抖：夫人，我没听错吧？门外工人喊的是他吗？慕云章下意识摇晃脑袋。他是进宫替你顶罪的。以我对皇上的了解，听到这些话，不死也要脱层皮。厌恶又深了几分，我淡淡开口：慕云章，你真让人恶心。没想到吧？你把我送进宫去，却被皇上看准。慕云章听到话后，却写满不信，转而换上被欺瞒的恼怒。顾书月，你才恶心，居然借此机会勾引皇上！你忘了自己有妇之夫的身份了吗？你进府这些年，除了那婉莹一个为妾，我自认为待你不薄。我扭过头去，盯着他黑色眼眸，曾经就是这对含情脉脉的双眼，让我心甘情愿嫁他为妻。慕云章，你明明知道进宫顶罪的后果，还执意让我入宫。如果不是皇上改了性子，我此刻恐怕已经是一具尸体。我又缓缓抬起满是血泡的右手，还有这双手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被生生烫伤。这就是你说的待我不薄。他眼神心虚闪动，我继续开口：况且，你已经写下休书，就算我勾引了皇上，也与你不关。沉寂良久，慕云章挤出几个字：舒月，你拒婚好吗？宫中的日子并不比幕府好过，只要你明确表示拒绝，皇上不会强人所难。他向前倾了倾身子，带着从未有过的讨好。我们以前那么恩爱，春天我们一起酿桃花酒，夏天一起赏雨作诗，秋天伴着桂香满园弹琴相和，冬天你还会迎着初雪为我跳舞。我会撤回休书，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吗？我嘴角微微上扬，躲开慕云章想要撩拨我发梢的手。他的心思，我似乎已经猜中了。送上门的荣华富贵，我为何要拒绝？他尴尬地缩回了手，收起了刚刚的柔情。既如此，穆家毕竟收留了你7年，不指望你能知恩图报，只求不要倒打一耙。婉莹毕竟是穿越而来，很多规矩还不懂。我笑了，他果然是这样想的。门外工人再次催促，我推门而出，只带上了那包破碎的玉兔子。慕云章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再次对上皇上多情眼眸，我盈一笑，大方得体，未免宫中非议。我婉拒了皇上大办宴席、6宫同贺的提议，只是简简单单操办。我不经意间露出被鲜血染红的手，如同多年之前偶然救了眼前人那般。皇上心疼地吻着。你放心，我会让穆家付出代价。重阳宫宴，我负责接待女眷，人群中熟悉的声音再次灌入我耳中。舒月姐姐，不对，舒贵妃金安。白婉莹没了之前的战战兢兢，脸上倒多了几分劫后余生的从容感。我点头笑笑，她却走近我，递来一个幸灾乐祸的表情。装模作样的给谁看呢？整个京都已经传遍了，皇上新封的舒贵妃根本不得恩宠，就连封妃仪式比肠子都寒酸。你费尽心思勾引皇帝，没想到会备受冷落吧？她从头到脚打量了我一番，素雅的装扮更是印证了她的揣测。顾书月，从前在穆家你不住夫君的心，现在在宫里皇上的女人更多，你呀，等着老死宫中吧。而我已经怀了夫君的孩子，整个穆家都在等嫡子降世。我看着来往女眷，顾着皇家颜面，继续保持得体微笑。那恭喜穆夫人了。可她却以为我怕了，悄悄拧上我那只快要愈合的手，暗暗发力。顾书月，你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真叫人恶心。你嫁入府中多年未孕，心里恐怕嫉妒到发疯了吧？我吃痛，抽回手臂。白婉莹假装踉跄，险些跌到我身上。慕云章从旁快速穿过，眼疾手快把她揽进怀里。他一举一动透露着在意。婉莹，小心一点。婉莹现在有了身孕，请你高抬贵手。毕竟我好久没有过孩子了。我知道，他意有所指。3年前我也怀过自己的亲骨肉，可那年寒冬，他带回了白婉莹。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，白婉莹故意与我起争执，双双跌入湖里。我虽然会游泳，但身怀6甲，行动不便。湖水冰冷泡透了我的身体，直到丫鬟把我捞上来，
昏迷之际，只看见慕云章抱起白婉莹，匆匆叫着大夫。他请了宫中御医，照顾了3天3夜，才想起来那天落水的还有一人，可却不是探望。他拧着眉质问我，明知自己怀孕，为何还要执意跟白婉莹起冲突？只字未提那个没能来得及到这个世界上看一眼的孩子，还有我不能再生育的身体。思绪拉回，望着白婉莹隆起的小腹，我微微抬笑。既如此，那穆夫人可要安心养胎，万不可出现跌入湖中这样不小心的事情。慕云章拦住白婉莹，接下簪花，他动了动嘴，竟带了些柔情。听说你在宫里过得很不好，淑月，你可后悔当初决定？我收起笑容，放肆！这是臣子该有的礼节吗？慕云章却没有罢休，打量着簪花，又仔细瞧着我。别强撑了，我知道你日子过得艰难，深宫大院你不得宠爱，又无娘家可依，就连送人的簪花，材质还不如幕府。他沉下肩头，继续道：淑月，你还怪我吗？你走后，我去过你的屋子，朗朗清清。我们大婚时送你的金簪玉鞋，你竟样都没有带走。7年的感情，你说抛弃就抛弃，难道一点都不念吗？我后退2步。慕云章，此次家宴邀请了你，应当为皇上分忧效力，而不是在这里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。我的反应，慕云章并不满意，他急得提高了音量，还想拉我的手。淑月，你非要表现得这么疏离吗？原以为你会很快清算穆家，可你没有，证明你对穆家，对我还有旧情。而且我也知道这次家宴，穆家获此殊荣都是你的功劳，是你在皇上枕边为我助力。我瞪眼怒斥：退下！穆大人，本宫是皇上的淑贵妃，与你何来旧情？又压低声音，用只有我们2个能听见的音量。我进宫是为了穆家，真可笑。穆大人，你是觉得自己很有魅力吗？我不清算穆家，是你们还不足以让我费心思。我劝你还是约束好你的白婉莹，不然下次就没有人能替她抵罪了。夫君，跟她废什么话？白婉莹强撑着脸面，跺了2下脚。一个不受宠又生不出来孩子的妃子，能有什么根基？皇上现在抬举她，不过就是念在她刚进宫还新鲜2日。等到日后玩腻了，谁还会记得她？反正我现在身怀有孕，皇家最要颜面，她要治罪也得掂量掂量。我冷了眼眸，给宫女递了个眼色。她走过去，给白婉莹甩了狠狠一巴掌。你打我，打的就是你，白婉莹。你穆无君上藐视皇威，就罚你跪在此地，直到宫宴结束。她努了努嘴，显然没想到我会发难，扯住慕云章袖袍。夫君，救救我！慕云章皱紧眉头，也有些意外。淑月，你怎么能惩罚婉莹？你知道她向来不懂这里的规矩。从前的你那么善良懂事，怎么进了宫变成这般铁石心肠模样？我的目光要杀人。穆大人，我是皇上的淑贵妃，你纵容身边女眷，自己又口无遮拦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怕是记不住。来人，割了他舌头！听见此话，慕云章脸色大变，不可置信地向我确认刚刚的命令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好歹也是朝中要员，你只是个不受宠的妃子，我劝你不要因为一时冲动，毁了自己的后半生。我不容他继续挣扎，令侍卫带他下去。谁知慕云章大喊大叫，把我是他的下堂妻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。刚刚散去的女眷纷纷探出了头。传言居然是真的，早就听说新封的淑贵妃是别人休掉的妻子，原来是穆家的，怪不得刚刚在那里拉拉扯扯。可不是嘛，穆家刚对外宣称正妻暴毙而亡，后脚这位淑贵妃竟行册封礼仪，看样子又是一个狐媚惑主的，进了次宫就把皇上勾引住了。他们嚼舌根的功夫，慕云章的舌头已经被割下，他满嘴鲜血，只剩下支支吾吾瞎比划的力气。白婉莹瘫坐在地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眼神里透出12分的惊恐。我面色平静，看不出一丝波澜。慕云章、白婉莹，你们还放肆吗？我又看向众女眷，自本宫册封后，宫外就流言四起，你们的夫君都是皇上肱骨之臣，若都像穆大人这样口无遮拦，别怪皇家不念昔日情分。女眷们纷纷跪拜，谁都不敢发出一丝大逆不道的声音。有几个人相互传递眼神，生怕刚刚的话被我听了去。皇上拍了拍手，踱不到我身边，解下披风替我穿上。爱妃，夜深路重，发落这些人事小，受了风寒，朕会心疼的。皇上随即沉下脸来，不怒自威。淑贵妃低调简朴，不喜欢奢华，特地驳回了朕风光册封的提议。没想到，这份宽宏大度被你们拿来胡乱猜测。她是朕的贵妃，以后谁在人前人后嚼舌根，不敬贵妃，穆家就是例子。白婉莹已经扑通跪地，也不再叫嚣她嘴里的人人平等。皇上轻轻扶着我，
进了内殿，慕云章直勾勾看着我离去背影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他的心里好像扎进去了1万根银针，来回转动撕扯。他捶打地面，不明白我此刻的决绝，更期盼着那个在我身边的人能是他，但他明白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。宫宴结束后，我随手送了一碗汤药，白婉莹只剩慌乱惊恐地看着慕云章。夫君，他这是在报复我们，这药我不能喝呀！慕云章发不出一丝声响，眼睛里只有绝望。他抬手给了白婉莹一巴掌，这一巴掌全是对他胡说八道的愤怒。宫女强行塞进他手里，这都是贵妃对夫人的体恤，夫人难道不领情吗？白婉莹第一反应就要全部打翻，慕云章赶紧夺过，强行掰开他的嘴，尽数灌下。我笑了笑，想起了多年前胎死腹中的那个孩子。慕夫人，我不管你是何种身份，来自于哪个时代，你既然已在穆家为妻，就要好好遵守规矩，谨言慎行。今日只是小惩大戒，否则就不是一条舌头一个孩子能抵过的。白婉莹趴在地上，双眼含泪，不甘心地看向我。回府没多久，穆府夫人落了胎，不过慕云章生怕再惹恼了我，把这个消息瞒得死死的。白婉莹恨得牙根痒痒，哭闹不止。慕云章，你怎么就这么废物？他杀的是你的亲骨肉，你能忍下，我可忍不下。慕云章支支吾吾，拼命用手比划，意思是要白婉莹谨言慎行，不要再惹出事端。可白婉莹哪管得了这些，她疯了一样在府里摔摔打打，嘴里满是对我的怨毒。他当初不过就是顶替了我的名头，所以才得皇上青睐，才能封为贵妃。如今有这富贵，又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反而向我们发难。我之前怎么没有看出来，顾淑月会是个毒妇？慕云章派人堵住了他的嘴，不许他再踏出房门半步。穆家开罪皇室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，慕云章本来在朝中就是靠着祖上阴风，现在地位更是一落千丈。皇上念及家族，没有罢免他官职，他每日上朝回来都黑着脸。回想起我在府中相敬如宾的日子，他红着眼眶，在心里反复默念我的名字。可他知道，哪怕他再念1万遍都是徒劳。很快到了我的生辰，皇上一改往日低调，特地颁发圣旨，许我皇后之位，只为我庆贺。他又免去了当月赋税，满城百姓乐开了花，都在赞叹皇帝恩德，帝后恩爱佳话。这些灌进慕云章耳朵里，比腊月的寒风还要刺骨。那晚，我和皇帝乘坐花车游行，与百姓同乐。慕云章远远看着，他这才发现，原来我笑起来是这么明媚，而我在幕府里好像好久都没有笑过。当晚，慕云章发了高热，躺在床上，用不完整的舌头支吾着喊我的名字。而那一晚，宫中闯入一个不速之客，他跪在皇上面前，梨花带雨。皇上，臣妾要告发皇后欺君之罪。那日进宫回话的人亦是臣妾，是他想要接近皇上，强行用主母名号代替臣妾进宫。白婉莹不知从哪里听到，正是因为我当日说出推翻帝制这样标新立异的话，皇上觉得说出此话的人有性格有特点，所以才宠爱有加。他心有不甘，趁着慕云章生病，府内乱成一团，便急不可耐地进宫揭露一切。是吗？皇上沉着脸，并没有给他明确回应。白婉莹向前跪行2步，声音更加柔弱。臣妾冒死进言，就是不想再让您受人蒙蔽。皇后处心积虑接近你，根本就不怀好意，请皇上明察。他因一拜，尽显风情，像是练了好久。我从屏风后出来，悠悠开口：是吗？白婉莹身子歪了下来，明显是没有料到我也会在房间里。穆夫人，看来那日的汤药没有教会你谨言慎行呀。我声音冰冷，字字带着利刃，扎向他的5脏6腑。白婉莹转了眼珠，似乎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一样。对，他还杀了臣妾腹中孩子，此人心思恶毒，万万不可留在宫里兴风作浪啊！还有，他多年前身体伤到了肌理，已经不能生育了。这样的人怎么能身居后位？我轻飘飘点了点额头。皇上立谁为后，什么时候还需要你做主了？白婉莹，我对你处处忍让，可你却得寸进尺。穆家你是不必再回去了。你既然说我恶毒，那我便毒哑了你，再挖去双眼，今后留在慎刑司受罚吧。他慌了，爬到皇上脚边，失声大喊：皇上，你万万不可被此人迷惑呀！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。顾淑月，贱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皇上连夜拟了圣旨，抄家幕府。淑月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他眼眸如水，从怀里掏出一只完好无损的白瓷玉兔。当年那只打碎了，朕让工匠又打了一只。我浅笑接下，那只白瓷玉兔是当年我救下的少年送我的。他说，如果遇到困难，可以去宫里找他。我也深知，那天进宫不是问罪，而且一场故人重逢。白婉莹以为是我顶替的他，殊不知，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那个人是我。
可这一切，穆家再也没机会知道了。抄家的人一大早就敲开了穆府大门。穆云章高热刚退，稍微有了点意识，就发现府内情形大变，丫鬟小厮纷纷跑路，好不容易抓来一个问问，得知白婉莹不见了踪影，好像是进宫说了些什么，也被扣下了。穆云章悔得不停抽自己巴掌，为何不好好约束白婉莹的言行？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放纵？他恨自己瞎了眼，臣妾灭妻，活活把我逼走。穆家贴上封条，穆云章只带了一个包裹，沦落街头。那年腊八节，我开城施粥，人群中有个脱了脚人，举着粗糙的手，拿着破碗，哑着嗓子祈求。我端坐高台，俯身看他，四目相对，他缩了缩脑袋，赶忙用碗遮住脸，一瘸一拐离开了。我只是感觉此人有些眼熟，好像在哪见过。我没再深思，听着宫女来汇报今日施粥的情况，满意点头。施粥台前人潮涌动，寒风卷着雪沫扑在脸上。我端坐在暖榻上，看着工人有条不紊地分发热粥，眼底平静无波。方才那个缩头躲我的不脚乞丐，身影实在眼熟。娘娘，那人是穆云章，没了舌头，腿也在抄家时被乱兵打断，如今靠乞讨度日。我指尖轻轻摩挲着手中的手炉，淡淡嗯了一声。不必赶他，也不必隔恶关照。善恶终有报，他的余生本就该在悔恨里苟活。宫巷深处，白婉莹被关在慎刑司暗房，眼盲口哑，四肢被铁链锁住，她看不见周遭黑暗，喊不出一字一句，只能用头疯狂撞墙，发出沉闷的咚咚声。曾经叫嚣人人平等、一夫一妻的穿越女，最终困死在自己亲手掘的坟墓里。我偶尔听闻，只当是听了个无关紧要的故事。皇上从身后拥住我，下巴抵在我发顶。还恨吗？我摇头，不恨了，只是彻底放下了。穆家那7年像一场冻僵的梦，如今冰雪消融，再无痕迹。开春后，我下令整理幕府旧宅，将属于我的物件悉数搬入宫。库房角落，一只落满灰尘的木盒被翻出，打开，里面是我未嫁时的绣品与穆云章大婚的合卺杯，还有一叠早已泛黄的诗稿。宫女要烧，我拦住了。不必，留着吧。不是念旧，而是这些东西本就属于我，与穆云章无关。端午宫宴，百官携眷朝拜，席间几位老臣突然出列，跪地叩首。陛下，淑贵妃曾为人妇，虽无子嗣，但立后恐难服众，望陛下收回成命。气氛瞬间凝滞，皇上脸色一沉，正要开口，我先缓步走下单壁。诸位大人，本宫立后凭的是陛下心意，是皇家体面，不是子嗣，更不是过往。我抬手露出腕间浅浅疤痕。3年前，本宫为穆家失子，伤了根本，并非过错。穆家宠妾灭妻，构陷主母，本宫未曾连累皇室半分。入宫以来，谨守宫规，打理后宫，从未有半分差池。诸位以过往论人，莫非是觉得女子一旦被休，便永世不得翻身？老臣们脸色发白，无言以对。皇上上前握住我的手，高声道：淑月贤良淑德，聪慧沉稳，是朕心中唯一皇后。再有妄议后者，以谋逆论处。满殿跪拜，再无人敢多言。我望着皇上坚定的眼神，心头暖意涌动。这一次，有人把我放在心尖上，护我周全。入秋，皇家围猎，队伍行至山林，忽然冲出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扑到御驾前，拼命磕头。是穆云章，他没了舌头，只能发出呵呵的闷响，用手指在地上歪歪扭扭写字。淑月，我错了，求你救我，给我一条活路。侍卫要拖走他，我抬手制止。我蹲下身，平视着他破败不堪的眼。穆云章，你当初把我推进宫顶罪，任由白婉莹烫烂我的手，害死我的孩子时，怎么没想过给我一条活路？他浑身发抖，泪水混着泥土滑落，不停磕头，额头渗出血。你我夫妻情分，早在你写下休书那一刻就断得干干净净。我站起身，语气淡漠：你的路是你自己选的，与我无关。皇上将我护在身后，冷声道：拖下去，不许再靠近御驾。穆云章被拖走时，一直死死望着我，满眼绝望与悔恨。我没有回头，有些错，一旦犯下，就永无救赎。几日后，寒风骤然席卷京城，千云低垂，落下今年第一场刺骨冷雨，雨丝细密如针，打在宫墙琉璃瓦上，沙沙作响，带着深秋彻骨的寒凉。午后时分，浑身湿透的侍卫冒雨冲进宫门，衣襟滴着水，跪在暖阁外颤声禀报，说城外破庙之中，穆云章早已奄奄一息，只剩最后一口气吊着。他拼尽全身残存的力气，在泛黄粗糙的草纸上一笔一画写着，手指僵硬颤抖，血珠一滴一滴落在纸上，直到力竭昏迷。那张字条被人辗转拖送，冒雨加急送入宫中，
他唯一的心愿，只求能见我最后一面，求一句原谅。我坐在温暖如春的暖阁内，手捧一盏温热的姜茶，窗外风雨凄冷，屋内暖意融融，恍若两个世界。工人捧着那张皱巴巴、被冷雨打湿大半的信纸躬身呈上，纸张边缘早已泡得发皱发软，上面的字迹晕开点点暗红，触目惊心。我垂眸看去，纸上是他用鲜血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迹。他没了舌头，口不能言，常年流落街头乞讨，手指冻烂，伤痕累累，连握笔都艰难无比，每一笔都用力的近乎狰狞，每一个字都透着濒死的绝望与悔恨。舒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错得彻头彻尾，我不该偏宠偏信，不该薄情寡义，不该让你入宫承担风波，不该任由旁人伤你的手，摔碎你的玉兔，更不该漠视我们逝去的孩儿。这些日子，我夜夜难眠，梦见你委屈落泪，梦见你的手被灼伤，梦见我们孩儿离去时你绝望的模样。我悔，我恨，我愿以命相偿。若有来生，我愿倾尽所有，任你差遣，只求能换你一句原谅。一字一句写得艰难，看得刺眼。我面无表情地将整张信纸看完，眼底没有恨，没有怒，没有怜悯，没有波澜，只剩下一片沉寂如水的淡漠。那些曾经让我痛彻心扉的伤害，那些深夜里无声的眼泪，那些失去骨肉的绝望，那些被炭火灼烧的剧痛，那些被践踏的尊严，那些被辜负的7年时光，到了这一刻，只剩下不值一提的荒唐。我抬手，指尖微松，任由那张染血的信纸轻飘飘落入面前滚烫的炭火盆中，火苗腾的一下窜起，瞬间吞噬了纸张，边角卷曲，焦黑，化为灰烬，暗红的血字在火中一点点消失。纸张燃烧的细微噼啪声响起，黑色的灰烬被热气卷起，随着微风轻轻飘散，落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我静静看着那团火熄灭，仿佛亲手烧掉了我对慕云章最后一丝虚无的执念，烧掉了幕府7年不堪回首的过往，烧掉了顾书月那段卑微、痛苦、满目疮痍的前尘。自此一笔勾销，再无瓜葛。当晚冷雨未停，宫外再度传来消息，慕云章终究没能撑过这场寒雨，他独自一人蜷缩在破庙冰冷的草堆上，冻饿交加，旧伤尽数复发，无人照料，无人问津，孤零零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他死时，身边只有半块干硬的咬不动的窝头，一截残缺的白瓷玉兔碎片，还有一盏早已熄灭的破旧油灯。没有棺木，没有果席，没有纸钱，没有一个人为他收尸，没有一个人为他落一滴泪。不过半夜，野狗循着气息闯入破庙，将他冰冷的尸体拖入荒草密林深处，撕扯啃食，最终落得个尸骨无存、死无全尸的凄凉下场。曾经风光一时的幕府公子，一朝宠妾灭妻，凉薄无情，最终只换来这般无人问津、弃尸荒野的结局。工人低着头，小心翼翼地将消息禀奏给我，生怕我有半分动容。我坐在灯下，静静嗅着一朵玉兰，闻言指尖只是轻轻一顿，针线平稳，依旧如常，心中没有半分波澜，没有大快人心，没有惋惜哀叹，只有一片旷远而平静的释然。那个曾经让我一见倾心、倾尽所有真心相待的人，那个曾许我四季安稳、一生相守，却亲手将我推入深渊的人，那个让我受尽委屈、夜夜垂泪、痛失骨肉、遍体鳞伤的人，那个让我从温婉贤淑的幕府主母被逼得杀伐果断、心硬如铁的人，终于彻彻底底地消失在我的生命里。从此世间再无慕云章，从此再无幕府的爱恨痴缠，再无那些伤人伤己的恩怨纠葛。窗外冷雨渐停，月光穿透云层，轻轻洒落在窗棂上，清辉满地，干净如初。我放下针线，抬眸望向远方，唇角缓缓勾起一抹极轻极淡的笑意。处理完慕云章的后事，我静坐了半日，有些结局必须亲自画上句号，才算真正圆满。于是我整理衣装，吩咐工人备轿，决定前往慎刑司见白婉莹最后一面。一路行至深宫最深处，慎刑司的空气都比别处冷上数分，这里阴暗潮湿，终年不见天日，墙面上凝结着水珠，地上泛着冷光，空气中混杂着霉味、尘土味与淡淡的腥气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冰冷的骨头上。引路的工人低着头，不敢多言，只将我引至最底层的暗房。铁门被缓缓推开，刺耳的摩擦声在寂静地牢里格外清晰。屋内，白婉莹被粗铁链牢牢锁在石柱上，四肢勒出深深血痕，衣衫破烂不堪，沾满污垢与暗红印记。她双眼已盲，眼窝空洞无神，喉咙被毒坏，再也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曾经那张骄纵张扬、意气风发的脸，如今布满伤痕与污垢，早已没了半分当年的模样。他看不见周遭的黑暗，喊不出满心的怨毒，只能凭着微弱的听觉感知有人靠近，将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疯狂地扭动挣扎，铁链哗哗作响，身体不断撞向冰冷石壁，发出沉闷而绝望的声响。空洞的眼底没有泪水，却藏着极致的痛苦、不甘以及深入骨髓的恨意。听见我平稳而熟悉的脚步声，他像是被刺激到一般，挣扎得更加剧烈，额头一次次撞向石壁，发出咚咚的闷响，暗红痕迹一点点晕开。他拼尽全身力气，发出呵呵的悲鸣，像是在咒骂，像是在嘶吼，又像是在求饶。我缓缓蹲下身，与他平视，声音平静无波，无怒无怜，如同在诉说一件与己无关的旧事。白婉莹，你来自异世，带着口中的新潮思想而来。你喊着一夫一妻，却心安理得夺走我的夫君，毁了我7年的婚姻。你叫嚣人人平等，
却转头对我肆意折辱、践踏尊严，把我踩在泥里。你口口声声厌恶封建礼教，却仗着慕云章的宠爱，在幕府横行霸道、为所欲为。我顿了顿，看着他剧烈颤抖的身体，语气依旧淡漠。你害我失去骨肉，伤我双手，碎我信物，逼我下跪，将我推入柴房，用炭火灼烧。你所谓的现代思想，从来不是真正的平等与善良，不过是你自私自利、恃宠而骄、肆意伤人的借口。你不甘平凡，想在这个时代呼风唤雨，却德不配位，心术不正，最终害人害己，落得今日下场。这一切，不是天定，不是人害，全是你自己一步一步选的。他似乎听懂了每一个字，身体猛地一颤，空洞的眼眶里滚落浑浊泪水，顺着布满污痕的脸颊滑落，浸湿了胸前破烂的衣衫。他拼命摇头，发丝散乱粘在脸上，发出痛苦而嘶哑的呜咽，像是在辩解，像是在悔恨，又像是在绝望的哀求。可他喉咙破损，再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咄咄逼人，颠等黑白。我缓缓站起身，后退一步，对着身侧工人轻轻挥了挥手。工人端着一杯酒上前，酒杯肃静，酒色清亮，却带着致命的冷意。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你。我声音清淡，不带一丝波澜。从此世间再无百万营，你的穿越闹剧，你的恶毒算计，你的不甘与怨愤，也该彻底落幕了。工人上前按住他的肩膀，强行将酒液灌入他口中，铁链发出最后一声轻响，随即归于死寂。这个来自异世、搅乱幕府、害我半生伤痛的穿越女，最终死在了他最不屑、最鄙夷的牢笼里，结束了他荒唐、恶毒、自私又可悲的一生。我常一人去御花园西侧的冷香亭小坐，那里僻静少人，亭边有一株老桂，年岁比皇宫还久。秋来香飘伴奏工程，我会带一卷书、一炉香、一碟点心、一盏茶，坐到日影西斜。皇上偶尔寻来，也不声张，只静静坐在我身侧，同看一夜书，同吹一阵风，不问前尘，不忆过往，只说当下月色正好，桂香正浓。他从不多提我在幕府受过的苦，也不刻意补偿什么。他说，真正的疼惜，不是把你受过的伤一遍遍揭开，而是让你往后的日子再也想不起那些伤。我深以为然，比起轰轰烈烈的弥补，我更想要这种不着痕迹的温柔，不把苦难当勋章，不把伤痕当话题，让过去真的过去，让未来干干净净开始。一日，我在亭中翻检旧物，翻出一方素卷，上面是当年在幕府闲时绣的半枝莲，针脚生涩，颜色暗淡，那是我被冷待的日子里无人可说的心事。指尖抚过就闻，心中却无半分波澜。那些委屈、不甘、绝望，早已在岁月里慢慢淡去，像被风吹散的烟，只留一点浅淡痕迹，再也伤不到我。皇上恰好走来，见我握着素卷出神，只轻轻抽走，叠好放入袖中，笑道：旧物不必多看，朕给你新的卷，你想绣什么便绣什么。我抬眸看他，阳光落在他眉眼间，温和而明亮。我忽然明白，我真正的救赎，从来不是地位、权势、复仇，而是被人稳稳接住，被人好好安放，被人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疼惜。日子久了，连宫中的工人都看得出，皇后娘娘性子淡，不爱热闹，不喜排场。于是宫宴能减则减，赏赐能薄则薄，无人再用繁文缛节来束缚我。我可以穿着素色常服在公道上慢走，可以蹲在廊下看蚂蚁搬家，可以在雨日闭门听雨一整天，不必端着皇后的架子，不必活成世人期待的模样。我开始在宫中开辟一小块花圃，不种名贵牡丹，不养娇贵海棠，只种些寻常草木，薄荷、紫苏、雏菊、车前草。它们不挑水土，不怕风雨，随便一栽就长得旺盛。我看着它们从抽芽到开花，心里也跟着柔软。原来最坚韧的生命，从不是夺目的那一个，而是安静扎根、稳稳生长的那一个。皇上常笑我，别人的皇后母仪天下，你倒好，天天守着一院子草。我也笑。臣妾本就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女子，只喜欢这些安静的东西。他便陪我一起拔草、浇水、松土，动作笨拙却认真。帝王之尊，肯为你弯腰做这些小事，比万千赏赐更动人。入秋之后，京中常有流民因天旱流落街头，我没有大张旗鼓的开仓放粮，也没有刻意博取名声，只是悄悄让工人把宫中富余的衣物、粮食、药材整理出来，以民间善堂的名义分发，不留姓名，不是张扬。我不想让百姓记得皇后贤德，只想让那些受苦的人能多一口热饭，多一件暖衣。皇上得知后，只默默加派了人手，把范围扩大到城郊10里，依旧不声张。他说：你心善，却不爱虚名，朕便陪你一起低调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，最好的感情，不是他为你顶天立地，而是他懂你的沉默，护你的柔软，尊重你的选择，不把你推到风口浪尖。一日傍晚，我与皇上微服出宫，走在京城的小巷里，小贩叫卖，孩童嬉闹，炊烟四起，灯火初上，没有侍卫，没有銮驾，没有跪拜，我们就像一对寻常夫妻，慢慢走，慢慢看。他给我买一串糖葫芦，我给他买一个热乎的糖糕，风吹在脸上，暖得让人安心。我轻声说：陛下，你看，人间最好的东西，从来都不在皇宫里。他握住我的手，温声应：人间最好的东西，在朕身边。